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对像比如说拍摄婚礼啊、活动或者是一些年会啊这种偏记录形式的拍摄，需要一个多合一的导间，能够让不同机位的图像同时以无线的方式传输到一个比较便携性的导间里面。那我今天呢做了一套这样子的设备。那这个东西呢，做起来还算是比较复杂。那我们来讲一下我有什么样的需求，我做了这样子一套东西。那这套设备呢，我叫做便携式多合一多功能小间。那简单说呢，就是我可以在这个5寸的小间上面同时监看3个机位的视频。那对于一些小型的记录形式的拍摄，你可以同时同屏来监看3个机位的拍摄，我觉得对于一些项目来说是一个比较方便的事情。那我来讲一下我做这一套我当时有什么样的需求。那第一个就是因为是活动记录，所以呢可能一直要跟着跑，它必须得是一个便携性的，所以可以看到它完全是一个没有电线接入，完全手持都可以工作的一套还算是便携性的方案。那也可以看到它体积对于手持设备来说也不算特别的轻，大概是一个 rig 好的 FX3 的重量吧，加上镜头什么的，所以勉强手持没问题。可能长时间没办法，但是作为转场来说还是比较方便的一个重量和体积。所以它的屏幕不会很大，也就是一个5寸的一个屏幕。那我这边用的是 Ninja 5 Plus， 那等一下我来介绍为什么我用它。那另外一个要求呢，就是它必须得是多机位，所以呢我这边用的是无线图传的方案，然后呢让它能够同时接近一个多机位的一个屏幕。那大家可能想到说多机位的接入一个屏幕，第一反应应该是导播台嘛，对不对？直播台。那没错，我这边呢也是用了阿童木的一个直播台，它最多可以接4个，但我这边只用了3个，因为我确实也最多只能装3个了。然后我可以在这下面通过这些按钮来切换不同的机位来监看，或者是可以同屏幕监看这3个画面。下个要求就是有可能我会在户外监看，所以它屏幕亮度也必须要满足我基本的户外拍摄需求，所以不能太暗。那第4个呢，就是它必须实现完全的无线图传传输，所以呢我这后面也上了一些无线图传的接收器。那既然讲到图传，大家可以看到我这后面其实比较明显的1个、2个、3个，我这边用了3个无线图传的接收器。我这边是用我之前有评测过的这个智讯的 SE 这套无线图传，那它比较偏向消费级的产品，所以它比较便宜，我还算是比较低成本的做了这一套东西。那事先声明一下，这期并没有任何的商务推广成分，并没有厂商赞助我这些视频，所以请大家放心观看。那其实无线图传市面上也有多发一收的无线图传设备，但是它是这个价格，所以呢站在一个小型小成本的记录拍摄导间来说，我不认为这个是一个性价比最高的方案。但如果你有条件的话，那个还是比较简约，看起来不会像我这边这么麻烦。我考虑到一个节约成本的方式，所以我最后选择了3个比较偏向消费级的图传来满足我这一套要求。那现在我们来看一下我这套设备都是怎么样我来组装的。那我先把后面这些复杂设备先拆下来，给大家看一下它比较简约的状况是怎么样的。好，那现在把后面这些图传电线都拆掉之后，其实它看起来就比较简单了。那我们下来一个一个讲它分别是干什么用的。那首先最明显就是这个阿童木的 Ninja 5 Plus。那我之所以用这个屏幕呢，是因为它第一个够亮，它有1000尼特，虽然说在大太阳底下工作还是十分的勉强，但是1000尼特在小型的直播台里面，这个是我目前应该是没有第2选择。但是因为正常直播台它不会设计给户外用，因为大部分直播都是在室内做的嘛，所以这个其实是一个分体的小间，所以呢它有1000尼特对我来说也是将好够用，不能说很舒服，但是大部分情况下还是够用的。那后面是它的这个直播台模块，可以看到它其实是一个分体式的设计。那如果是一体化设计，你是找不到相对来说比较亮的屏幕的。它直播台就可以跟它连在一起，然后呢就可以同时接入4个信号源。但这个因为它也是个录机嘛，你可以塞 SSD 来录制，但是因为我毕竟是无线图传接收，它得到的画面都是压缩过的 1080p 的画质，所以并没有意义去内录，所以我这套就没有塞 SSD 卡。那像刚刚那3个图传的接收器系统，我要把它全部塞到后面，挂载到后面，其实是这个项目最大的挑战。大家可以看一下我是怎么样把它全部都装到这后面的。那大家可以看到，其实我在后面也就是装了一块这个芝士板，用一个3/8的这个云台螺丝把它悬在了这个直播台的后面。那这芝士板呢，它有4个冷却接口，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必须得是这一款。那这个是一个斯莫格的有带这个安全锁的一个冷却接口，这个是因为后续的云台位置上有一定的限制，所以呢装在这里不太合适。然后这个而且还是带安全锁的，所以这个是后续调整出来的一个冷却接口。那可以看到它在这个芝士板的其中一侧有一排这个1/4英寸的螺孔。那这边呢，我也是用了一个斯莫格的手柄，它特点呢就是它在这上面也有一些螺纹螺孔，所以能够让我装上这个尼采的 V 口电池板，就是之前被我说成叫奶子的这个牌子。
没错我这期知道了，它中文名叫做尼采，不叫奶子。这个 V 口电池板是我觉得是在这种小型的 V 口电池板里面，它功能是最多的，而且说实话质量我觉得是最好的。那这个我至少在北美这边我是没有看到有其他比它用起来更舒服的紧凑型的 V 口电池，它其实就只有我半个手掌这么大，所以整体的使用下来还是比较轻便的。而且它这边有一个 Type C， 有一个 D Type。然后这边呢也有一个 DC 和一个 D Type， 等于说它在一个非常小体积下也做了4个供电器的接口，所以我个人非常喜欢它，在我这套设备上特别的合适。那我现在就开始上我的这些设备了。那第一个图传接收器其实比较简单，我就直接用它标配的这个蜗牛云台把它装到了这个冷却口上。然后它是一个水平形式的安装。那第2个和第3个图传，我用到是一个双面的 D Type 转970假电池的一个连接系统。因为说实话，在这个面积上，我要同时装下这几个设备，它其实这个图传接收器相对于这个知识板来说也是比较大的。如果同时用这边的冷却装的话，尤其是朝下的冷却，大家可以看朝下冷却呢，它这边是没有安全锁的。我如果朝下，我平常是这样子拿，很容易滑下来。那毕竟图传这个东西还是相对不便宜的东西，所以我就用了上次讲的这个假电池的这个方案，我把它错开安装在这个上面。那可以看到，虽然说这个假电池这样子装，它这个前后有一点点颠倒了。那没办法，我找不到可以转180度的方案，它最多转90度。那这样子挂载虽然说视觉上有一点点难受，但是还是 OK 的。我这边用了一个幽兰子的一个蜗牛云台，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们停产了。我个人觉得这个2067这个型号非常好用，我应该有买了4、5个，但我后来想再买更多几个，但是买不到了，停产了，这个蛮遗憾的。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产品，你看它有一个快拆的结构，我比较喜欢是快拆的蜗牛云台，这样子我可以把这一块快装板一直留在我的机器上。我每次上机器我就直接这样子就好了，我不需要再做太多的处理。这样子我就把它安装在之前这个斯莫格的这个带安全锁扣的这个冷却上，我是把这个开口朝上，这样子不会滑下来，就是这样子一装。装好之后，大家可以看到这个1号机柜是挂这个冷却，2号机柜、3号机柜都同时挂在了这边的冷却，所以它们位置相对来说是不打架的。那可能这个天线朝这边有可能会影响到一些角度的调节，但是一般来说我这边不会调节角度，它也就是这样放了。然后 D Type 这边我再接到我这个电池板的另外一个 D Type 上。那这边这个 D Type 呢，它就是接了一个 DC 线给这个直播台。那因为直播台和这个小尖是连在一起的，所以它可以给它同时供电。所以等于说这边2个东西已经供电完成。那这根黑色电线它供电的是这2个图传接收器嘛，所以其实这个1号台没有供电。那我直接再拿了一根 Type C 接口的线，因为这个图传它不光能用 DC 供电，还可以用 Type C 接口供电。那它电池板这个 Type C 接口，因为我这个 D Type 线从这边走了，我怕它会别到。那我这边的线最后从这个假电池上供出来，因为这个假电池它本身也有一个 Type C 的输出接口，所以刚刚好，我直接把它这样子接进来。那等于说现在供电方案呢，我就是一个 D Type 出来接到这个假电池，然后这个假电池可以同时给这3个接收器来供电，所以总体来说还是挺简约的。我只能说挺简约，毕竟这个线的数量也不少了，视觉上还是比较复杂。我记得当时我拍我小姨子婚礼的时候，我用这套去，然后那天也有请 Nick 去，Nick 看到第一眼这个设备就是 What the heck is this？ 就是很夸张，因为他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奇怪的一套设备。那图传的供电解决了以后呢，我们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配件，就是它的底座。我当时在组这个时候就是卡在这个底座这个问题上。首先，我这东西重量虽然说用于转场是很便捷的，但是你不可能长时间的手持工作的。我在正常的工作时候，我会想把它放在一个桌面上，或者把它架在一个小灯架或者小云台上，只是转场的时候要手持。那我之所以最后图传会定在这2个位置，也是因为我最后用到的底座要占用这里的位置，所以这里必须空出来。那我最后底座我选用的是 Edelkrone 的这款，它最早应该叫 Z 型架吧，但是其实它算是叫做 M 型架，因为 Edelkrone 它多做了一个折叠的工艺。这种支架我记得 Edelkrone 是发明者。所以它其实是质量最好的，但是相对的它的价格也是最贵的。而且我这套设备其实我用不到它的 M 形状，我基本上都是用 Z 型就够，所以大家买平替的 Z 型架就好。但是值得注意就是说，至少你平替也不能买太便宜的，至少它在关节处能够调节这个阻尼的螺孔，因为说实话你要承载这一套设备的重量，之后还要再加一个 V 口电池，这个东西的承重得要真的很够才可以。你看我这个阻尼，我要这么用力搬，我才能搬得动它。它不是一个很松的一个东西，要不然根本没办法承载。质量大家要把关，你如果买第三方的话，那这个很简单，我就把螺丝装在这个螺孔的位置。好，大家可以看到，其实我这样子装上来之后，我这个边和这个
这个螺丝也是贴得非常非常紧。我当时找这个腿的方案的时候，我其实试了好多种方案，有什么90度的那种指示板，不能改变角度的那种，能够撑住，但是因为90度让我这个屏幕它没办法调节角度了。因为大家可以看，如果我以90度的方式来站立的话，我的屏幕其实它会稍微往下走一点的。但我放在桌子上，以人脸这样子的高度去看的话，这个角度是完全不对的。它毕竟这个有一个往下走的角度，所以它必须得是有一个仰角才行，而且重心的话有扬起来一点反而更稳。那这个 Edo Crown 不是我这次专门为它买的，我之前就有了，所以我这次突然就想到，我为什么不能用这个？然后就试了一下，还真的蛮合适的，而且它因为可以抬高嘛，所以我这边天线大家可以看到，我比较矮的姿态下，这里天线都已经碰到桌面了，那可能会别坏天线，所以我就把它直接用它这个 Z 型架的这个折叠的功能，把它拉到一个相对来说。对，这样子高一点的角度，那这样子就不会碰到桌面，而且刚刚好装在这个位置，它左右重心不偏。哪怕我装上了 V 口电池，它也左右重心也不偏，整体来说用起来是很舒服的。你把它放在桌子上，你用它来调节这种高度，也都是蛮合适的。然后现在这样子有一个这样子的仰角，我坐在椅子上看，放在桌子上的这个屏幕也会相对来说比较舒服。那最后呢，就是把这几根 HDMI 线连上去就可以工作了。那线这样子都连好了，这里有3个 HDMI 的输入线，4个用电器都开起来，那它就是一个可以同时接收3个无线图传信号的一个直播台了。大家别忘了，它确实本身是个直播台，所以这个机器它并不只是可以用来监看，如果有必要做一些活动的简单的线上平台非严肃的直播的话，它这个完全是 OK 的。因为我之前有评测过这个 SE 的图传嘛，你在不是那么严肃不是那么大的项目，你正常做一个简单的网络直播，直接用这个阿童木的直播台接到 OBS 连电脑完全没问题。虽然说画质你在本地会被压，但是你直播传到网上照样会被2压，所以说实话也无所谓。本身直播视频有压缩是一个很正常的事情。那这个操作上呢也非常简单，它就是跟一个直播台一样的操作，你可以切1号机位、2号机位、3号机位，同时你也可以点这个图标，就是4屏同屏预览。大家可以看到，我这边是4个信号，那我就可以实现同时的监看。那我之所以觉得这个监看是必要的，是因为比如说像婚礼，你肯定主机位是新郎新娘全部的都在嘛，但是2个过肩机位，2个摄像师他并不能做到完全的角度匹配、构图匹配、景别匹配、曝光匹配、色温匹配，都不能做到完全的匹配。那这个时候有一个你可以同屏监看的画面，你作为导演，你就可以非常轻松的通过对讲机或者是多方通话来完成这一个解决方案。那整个最后出来的效果肯定是对称的。那我之所以组这套机器，就是为了能够做一个同屏的对比，让构图啊什么的全部都是保持一个相对一致的一个水准。那除了这边的 USB 可以直播之外呢，它这边还有一个 HDMI 的输出接口，也就是说你这个监看画面也完全可以再接到一个大一点的屏幕上。那最后考虑到安全嘛，所以我还买了一个这样的一个肩带。然后呢，它可以锁在我这个电池板上面的这个1/4的螺孔。然后这肩带还有附赠一个这种保险带，然后我也把它一起绑在这个手柄上。这下面刚好有一个绑肩带的洞，可以穿过这个保险带。那等于说我需要拿着它监看的时候，但是同时我需要腾开手做一些紧急操作的话，我就直接把它挂在肩膀上。它这承重完全够而且它有一个保险带，所以比较安全一点。然后这个底座下面它也是有一个3/8英寸的螺孔，那这个我就可以直接用我之前在舔狗灯架那期用的3/8英寸转灯架 Baby Pin 的那个转接器。直接把它转接到可以直接插在灯架上，等于说没有桌子的时候，我也可以直接用一个灯架来承载这个东西，不用一只手拿着。所以这套东西，我觉得它存在的最大意义就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临时传过人来组一个拍摄，你雇佣的可能是一个你之前完全没有合作过的人，这2个摄像他们可能是第一次合作，他并不能磨合得非常好。那这个东西就相当于是一个中间人，你作为一个最后判断的标准，你能够让不同的人，哪怕他们从来都没有合作过，没有任何合作的默契，也可以出现一个比较匹配的一个视觉画面。你这样后期不用我说这2个人怎么拍的都这么不一样构图甚至一个连对焦都没对到，那这种小问题，相信我，真的有可能会发生。有一个多第三方的保证，真的会安全很多。我不说太多，但是我经历了什么，大家应该也能猜得到。所以我之所以做这个，就是因为我不想再让之前发生那些不愉快的事情再发生一遍在我的项目里。所以我不知道大家对于这一套的意义觉得是有点太过了，还是说是舒服的。我知道
组这套东西，你说绝对便宜吗？那也没有到绝对便宜，因为毕竟你单个卖还不算很贵，但是你合在一起采购的话，这一套也不便宜了。但是你觉得它有用吗？我觉得非常有用，这套确实能够让你规避掉一些可以规避的风险。那今天这期就到这边，我不知道这个想法对你来说有没有什么启发？那还是一样，我 DIY 东西很多时候我在北美这边买到的东西，肯定大家有的时候会觉得比较贵。如果你在国内的话，你买国内尽可能便宜的东西，也是可以省到不少钱的。我这边只是提供一个组装的思路啊，告诉大家这个是可以这么做的。直播台不一定只能用来直播，我是真心的很希望国内做图传的几家厂商能够做一些比较平价的多发一收的图传系统，不用想说做出这样一套复杂系统，这一套真的很费脑子。大家别看我这一期节目时间不长，但是我想这些东西装在这么小的一块知识板上，还能够提供3个监看，真的当时想了蛮久。好，那今天这边我们 QQ 群在视频简介里面，然后也欢迎大家在弹幕和评论区留言讨论有什么更好的方案吧，我也可以再改良一下。那我们下次再见，有空来做。